大熊跟半年后的自己干架了，两个大熊到底是为什么产生争执呢？这天，大熊正在小夫家里做客，看土豪小夫的机器人模型。小夫吹嘘，这个精致复杂的模型基本上都是自己拼的。大熊立马羡慕的不要不要的，结果到商店橱窗一看，居然要1800日元。大熊囊中羞涩，只能求助蓝胖子，想要可以印钞票的机器。这把蓝胖子气得火冒三丈，把大熊痛骂了一顿。但蓝胖子还是宠大熊的，在知道大熊为什么需要钱后，开始给大熊出主意，告诉大熊可以去找爸爸商量。爸爸提议大熊可以每天给自己捶背，就能得到10块钱，这样半年就可以攒够1800了。可大熊不太情愿，爸爸立马进行了一通思想教育，告诉大熊通过自己工作赚钱的重要。但大熊还是感受不到爸爸的良苦用心，一心只想要立刻买到机器人。这时，大熊的叔叔突然来了，他是来跟大熊爸显摆自己新买的豪华球杆的。大熊爸很震惊，叔叔说这是贷款买的，因为自己将会得到一份高薪的工作，之后再还钱就行了，这属于现代人的提前消费。大熊立马受到启发，开始努力的给爸爸捶背。爸爸非常欣慰大熊有所转变，可他真的是想太多了。其实大熊是受到了叔叔贷款的启发，他回房间打开了时光机器，打算直接穿越到半年之后，用自己那时候攒好的钱就可以了。蓝胖子也被大熊的鬼才所折服，虽然感觉有一些不对，但是自己花自己将来攒的钱好像也没啥问题。于是两人穿越到半年后的家里，这时大熊刚好去上学，两个人一顿翻找却没有找到存钱罐。大熊跑去问妈妈，结果妈妈还以为大熊逃学了，吓得大熊跟蓝胖子赶紧跑出去藏在了庭院里。皇天不负有心人，大熊在花坛里找到了存钱罐，钱此时刚好攒够了，这下大熊终于可以买到心爱的模型了。可大熊刚回来，就发现半年后的自己站在那里。原来半年后的大熊刚放学回家，就发现了自己辛辛苦苦攒了半年的钱不见了。他想让过去的大熊赶紧把钱还给他，可大熊立马攻击已附身。偷半年后自己攒的钱，那能叫偷吗？之后他与半年后的自己开展争夺战，但半年后的大熊明显更倒霉。大熊下楼不小心踢到了妈妈拖地时的水桶，但妈妈却误以为是半年后的大熊做的，于是半年后的大熊便被老妈留下来擦地板。大熊趁机和蓝胖子买了模型回来，但悲剧还是发生了。半年后的大熊只能无奈回去，但临走前放言：“你肯定会后悔的。”大熊却不以为然，依然开开心心的跟蓝胖子拼模型。但这两人的笨手笨脚，就算费尽心思买了模型，那也拼不起来啊！果然，大熊跟蓝胖子折腾了一晚上，只拼出来一个报废的机器人，没坚持2秒，模型就没了。大熊如同打伤的茄子一样走下楼去，打算打棒球解闷，妈妈却欣慰地说：“听说你这孩子有进步啊，打算给爸爸每天捶背攒钱。”此时的大熊经过打击，说自己不打算给爸爸捶背了。看见儿子刚有进步又变回老样子，爸爸妈妈立马气愤地教育大熊，大熊只能乖乖听话给爸爸捶背。这时叔叔又过来了，本来要有的高薪工作没了，他现在手头非常的拮据，想请求大熊爸借点钱周转一下。啥也别说了，大熊，你这模型买也买完了，赶紧跟你叔叔一块干活还债吧，半年之后就能还清了，然后再被半年前的自己抢回去，这都不用人家胖虎出手抢了。好了，今天的回顾就到这里，欢迎大家留言、点赞和关注，咱们下期见。